你家厨房角落现在有没有一块长了芽、皱了皮、看起来烂掉了的老姜？很多人看到它的第一个反应是把它扔掉，但有一位跟了李嘉诚超过20年的私人医生，却做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他把这块烂姜放进了李嘉诚每天的养生清单里。这位医生不是民间偏方的信徒，恰恰相反，他是受过完整西医训练，同时精通中医食疗的复合型医师。他说过一句话，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会愣住，最贵的药往往不在药房，在厨房。他说的就是这块被大多数人当成厨余的老姜。在接下来这个视频中，我们会把这件事从头说清楚。烂姜到底是什么？它跟普通的姜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为什么中医典籍里把老姜列为通阳第一物？为什么现代科学发现姜的某些活性成分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浓缩，药效不断增强？更重要的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常年被3件事困扰：手脚冰冷、关节酸痛、夜里睡不好。这3件事看起来互不相关，但在中医的视角里，它们指向同一个根源，而老姜恰好是那个最朴素的应对之法。今天这位医生留下的3个实践方法，是他在临床多年亲身验证之后才整理出来的。每一个方法，老年人在家就能做，当晚就能用。我们今天要讲清楚4件事。第一，烂姜不是坏掉的姜，它是时间替你浓缩好的天然药材。第二，针对老年人最常见的3个身体问题，老姜是怎么一步步修复的？第三，为什么老姜能让你睡得沉、醒得好？这件事跟安眠药的作用原理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第四，3个方法的配方、时间、注意事项全部说清楚，不留模糊地带。后面我们还会继续介绍几种藏在厨房里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养生方法，都是这一类朴素、有效、不花大钱的东西。如果你感兴趣，记得订阅嘉诚养生道，开启通知，这样下一期出来就不会错过。也请你动动发财的手指帮我点个赞，这对我很重要，让更多需要的人能看到这些内容。当然，你只想知道怎么用，可以直接跳到后面部分，但建议你从头看完。只有听懂了原理，你才知道怎样用才是对的，怎样用反而没效。让我们从一个很普通的早晨说起。香港某个老式住宅的厨房，清晨7点，光线刚从窗缝里漏进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正在清理冰箱下层的蔬菜格。她翻到了一块姜，皮已经皱起来，有几处地方微微变软，顶端冒出了淡黄色的细芽。她想都没想，就把它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这个动作几乎每个有厨房的家庭都做过，但那位医生说，你扔掉的那一块恰好是最珍贵的那一块。当然，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问，姜不是热性的吗？老姜不是更燥？我本来就容易上火，吃了不是更睡不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很多人用了老姜却没效果，甚至觉得越吃越精神的真正原因。答案就藏在下面。那位医生说，老姜的助眠效果不是靠让你昏沉来实现的，它的作用原理跟安眠药完全相反。安眠药是强行关掉大脑的灯，老姜是把身体的炉火烧暖，让你自己走进睡眠里。这2种方式长期来看，哪一种对老年人的身体更友善？继续往下看，很多人看到厨房角落那块皱皮、软身、长了细芽的老姜，第一个动作就是扔掉，觉得烂了，不能吃了。但其实这块姜并没有坏，它只是老了。老了的姜和坏掉的姜是2回事。怎么分辨？很简单，用手掰开看切面，如果里面还是淡黄色、金黄色，闻起来姜味浓，有点辛辣，这就是老姜是好东西。
如果切开是黑色，有臭味，那才是真的坏了，要丢掉。一刀下去，颜色不撒谎。老姜和普通姜差在哪里？我们平时买回来的姜，水分多，皮薄，腥味轻，用来煮鱼炒菜去腥很好用，但药性其实很浅。老姜不一样，它在慢慢老化的过程中，里面的成分悄悄发生了变化。原本那些辛辣的物质会慢慢转化成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抗炎能力、抗氧化能力比新鲜姜强得多。说白了，就是姜放得越老，它对身体的保护力越强。打个比方，新鲜姜像刚摘下来的青梅，酸涩，气味冲；老姜像酿了几年的梅子酒。同样的梅子，时间把它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更纯、更深、更有力道。时间是老姜最好的师傅。几百年前，老一辈的中医就懂得用老姜入药，而不是新鲜姜。他们的说法很直白：老姜驱寒力强，通血路，暖脏腑。翻译成现代化就是老姜能把身体里积累的寒气赶出去，让血液流得更顺畅，让脏器运作得更有力。这对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人上了年纪，身体就像一个炉子，火力慢慢弱了。火力一弱，血液循环跟着变差，手脚开始冰冷，关节开始酸痛，晚上也睡不踏实。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同，但中医的看法是根源都是同一个，炉火不够旺。老姜做的事情就是帮你把这个炉火一点一点重新烧起来。它不是特效药，不是吃一次立刻见效，而是像每天给炉子加一块炭，让炉子慢慢暖起来，稳稳地维持住温度。所以那位医生后来说的3个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要持续，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急着看效果的人，往往最先放弃，也最先错过它真正的好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年轻的时候，冬天手脚也冷，但只要活动一下，很快就暖回来了。现在上了年纪，手脚从秋天就开始冰，盖了棉被还是暖不起来。有时候到了半夜冷得根本睡不着，或者是膝盖、手指的关节，天气一变就开始隐隐作痛，不是那种剧烈的疼，就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闷痛、僵硬。早上起来尤其明显，要活动好一阵子才能缓过来。再或者是体力，以前爬个楼梯、走个市场没什么感觉，现在走不了多久就累、腿重、气接不上来。这3件事，很多50岁以上的人都有，而且往往是同时出现。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年纪大了，正常的。正常是正常，但不代表只能这样过下去。手脚冰冷，看起来只是不舒服，但它背后的讯号其实值得认真对待。人的手脚是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年纪大了，心脏的泵血力道减弱，血管的弹性也下降，血液流到末梢的时候，力道已经弱了很多，结果就是末梢供血不足，温度上不去，手脚就冷。老姜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很直接，它能帮助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让血液更容易抵达四肢末端。很多坚持用老姜泡脚的老年人反映，泡了一段时间之后，脚底开始容易出汗，睡前脚是暖的，睡眠质量也跟着好转了。脚暖了，人才真的能放松下来，才能睡得着。其实手脚冰冷这件事，很多老年人已经习惯了，甚至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有一点很多人不知道，长期末梢血液循环不好，不只是让你感觉冷，它还会悄悄影响你的睡眠、你的记忆力，甚至你的情绪。道理很简单，血液是身体运送氧气和养分的通道，末梢循环差，意味着你的脑部、脏腑每天收到的补给都在打折扣。时间一长，整个人就会觉得反应慢了，容易忘事，提不起劲，但说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改善末梢循环这件事，看起来只是让手脚暖一点，但实际上牵动的是全身的状态。
老姜在这里的作用不是治病，而是每天帮身体做一件最基础的事，让血液流得更顺，让每个角落都能得到它应得的温度。关节酸痛是老年人最普遍的慢性困扰之一，很多人以为这是骨头磨损了，没办法改善，但实际上关节不舒服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关节周围的慢性炎症，就是那种长期低度的发炎状态，让关节一直处于肿胀僵硬的感觉。老姜对这种慢性炎症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它能帮助身体减少那些让关节持续发炎的信号，让关节周围的环境慢慢平静下来，消的是炎，还的是舒服。需要说清楚的是，如果关节已经有明显病变，老姜是辅助，不是治疗，不能取代医生的诊断和处方。但作为日常保养和预防，它的温和与持续恰恰是它最大的优点。上了年纪之后，很多人觉得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不是特别累，但就是懒洋洋的，早上起来没精神，下午更想躺着。这种状态说白了就是身体吸收食物的能力变差了，吃进去的东西没办法有效转化成身体需要的能量。老姜对肠胃有温补的作用，能帮助肠胃蠕动，促进消化吸收。很多老年人在开始使用老姜调理一段时间后，反映的第一个变化不是某个病好了，而是一个很朴素的感受，好像有点胃口了，早上起来没那么重了，胃口开了，睡眠稳了，体力自然就跟着回来了。手脚冰冷，关节酸痛，体力下滑，这三个问题表面上看互不相关，但用一句话概括它们的共同根源：身体的火力不足了。老姜做的就是从这个共同的根源介入，温和而持续地把火力重新燃起来。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跟睡眠的关系是这样的，躺下去脑子停不下来，想东想西，翻来覆去，好不容易迷糊了，半夜又突然醒来，看看时钟才2、3点，再闭眼怎么也睡不回去，就这样熬到天亮，起来整个人是木的，头重腿软，一天都提不起精神。长期睡眠不好，对老年人的身体影响非常深，记忆力下降，免疫力变差，情绪不稳定，心血管的负担也会加重。睡眠是身体每天夜里进行自我修复的唯一时间，睡不好，身体就没机会修复自己。很多人撑不住了，开始吃安眠药，短期来说有效，吃下去昏沉感来了，睡着了，但长期下来问题也跟着来了。第一是依赖性，身体慢慢习惯了靠药物关机，没有药就更难入睡，剂量也可能越吃越重。第二是睡眠质量的问题，安眠药带来的睡眠和自然睡眠不一样，很多人吃了安眠药之后睡了7、8个小时，醒来却还是觉得累，身体并没有真正休息到。安眠药是强行把大脑的灯关掉，灯是关了，但身体的很多修复工作在这种强制关机的睡眠里是没办法好好进行的。老姜帮助睡眠的方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它不是让你昏过去，而是帮助身体创造出真正适合入睡的条件。第一，让身体暖起来。很多人睡不着，不是因为脑子太活跃，而是因为身体太冷，手脚冰凉，背部僵硬，腹部寒凉，这些都是身体在告诉你，我还没准备好睡觉。人体有一个自然规律，入睡前核心体温需要稍微下降，而四肢的温度需要上升。这个核心凉、四肢暖的状态，才是身体真正放松、准备进入睡眠的信号。老姜能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让手脚脚底的温度上升。脚一暖，身体就知道可以放松了，可以睡了。脚暖了，睡意自然就来了。第二，帮助疏通肝气。中医认为，夜里容易惊醒、多梦、睡眠浅，很多时候跟情绪、压力、长期的焦虑在身体里积累的郁积状态有关。老姜有行气活血的作用，能帮助这种郁积慢慢疏通，
情绪和身体的紧绷感松开了，睡眠自然就深了。很多长期使用老姜调理的老年人，反映的不只是睡得着了，而是梦少了，醒来不再是那种惊醒，整个睡眠的质感变得更沉稳。第三，安抚肠胃，让夜里不再闹。有一类睡眠不好，根源其实在肠胃胀气、消化不良、夜里翻胃，这些身体的躁动会不断打断睡眠。老姜对肠胃的温补作用，让肠胃安静下来，身体少了一个闹钟，睡眠自然更完整。老姜助眠的完整逻辑是这样的：让四肢暖起来，让气血流通顺畅，让肠胃安静下来，让情绪和身体的紧绷慢慢松开，把身体调整到准备好了的状态，然后让睡眠自己走进来。安眠药解决的是今晚，老姜调理的是每一晚，一个是强行介入，一个是创造条件。需要说清楚的是，老姜不是所有睡眠问题的解答。如果睡眠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日常生活，或者伴随着焦虑症、抑郁情绪、心脏问题等，请先咨询医生，不要单靠食疗来处理。老姜的定位是日常养护辅助调理，它是一个温和的帮手，不是万能的解药。但对于那种不算严重，但就是睡不好的状态，它能做到的往往比你预期的要多。这3个方法都是用老姜，不是超市里那种嫩姜，不是姜粉，也不是姜茶包，就是厨房里那种放了一段时间皮皱了芽冒出来的老姜。买不到老姜的话，可以去传统市场或中药材行指定要老姜或母姜，通常都能买到。这3个方法可以单独用，也可以搭配使用。但刚开始的人建议先从一个方法开始，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再慢慢加入其他方法。方法1，老姜蜂蜜温饮，睡前45分钟。最温和的入门方法，取一块老姜，约拇指大小，洗净不去皮，切成薄片或拍碎，放入锅中，加入2碗清水，用小火慢慢煮，约15分钟。煮好后放凉至温热，大约40度左右，喝起来不烫嘴的温度，加入1小时天然蜂蜜搅匀后慢慢喝完。时间是睡前约45分钟饮用，不要太接近睡觉时间，避免夜里起来上厕所影响睡眠。老姜性温偏燥，单独饮用对某些人可能略显刺激，蜂蜜有润燥的作用，两者搭配既保留了老姜的温通效果，又多了一层缓和。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手脚容易冰冷、肠胃偏寒、睡前脑子停不下来的人。注意事项：温度很重要，不能喝冷的，冷姜水达不到温通的效果，也不能喝太烫，伤胃。蜂蜜不能用滚水冲，水温过高会破坏蜂蜜的活性成分，要等姜水稍微放凉再加入。体质偏热，容易口干舌燥，经常便秘的人，饮用量减半，或先从隔天1次开始。糖尿病患者请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适合加蜂蜜。方法2，老姜泡脚法，引火下行，最快感受到效果的方法。取老姜3到4片后切，或直接用拍碎的老姜1小块，放入锅中加水煮开，转小火再煮10分钟，让姜的成分充分释放到水里。煮好的姜水倒入泡脚桶，加入适量清水调节水温，以40至42度为宜，就是泡进去感觉暖，微微有点热但不烫的温度。泡的时间约20分钟，泡到后背微微出汗为佳。泡完之后用毛巾擦干，立刻穿上棉袜保暖，不要让脚再着凉。脚底有大量的穴位和末梢神经，是全身血液循环的末端站。用老姜水泡脚，热力从脚底渗入，能有效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把积在上半身的虚火引导下行，让头部和心脏的躁动平静下来。很多失眠的老年人问题就在于上热下寒，头脑清醒睡不着，但脚是冷的，
泡脚正好对应这个状态，上下平衡了，自然就想睡了。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夜里容易头热脚冷、思绪停不下来的人。注意事项：饭后1小时内不要泡，水温不能太高，超过45度容易烫伤皮肤。老年人皮肤感觉较迟钝，尤其要注意泡脚后不要马上吹风扇或开冷气。有糖尿病足、下肢静脉曲张、皮肤破损的人，泡脚前请先咨询医生。方法3：姜片温敷肚脐法，最不费力、最适合懒得动的人。取老姜1块，切成约半公分厚的姜片，大小约覆盖肚脐即可。睡前平躺，将姜片直接贴在肚脐上，用医疗胶布或纱布轻轻固定，让姜片与皮肤紧密接触。贴上后盖好被子，保暖，保持约30至40分钟，感觉肚子微微发热即可取下。习惯之后，可以在姜片上方再放一个暖暖包，加强温热效果。肚脐在中医里是全身最容易吸收外部药效的部位之一，因为这里的皮肤薄，血管分布密集，渗透性强，从这里温补能直接作用于脾胃和下腹的脏腑，帮助肠胃暖起来，气血运行顺畅。对于肠胃虚寒、夜里肚子容易不舒服，或者不方便喝姜水也不想泡脚的老年人，这个方法特别友善，躺着就能做，完全不费力。注意事项：姜片不要切太薄，太薄热力散得快，效果有限。皮肤敏感的人，第一次先试贴15分钟，观察有没有过敏反应。肚脐周围皮肤有破损、发炎、湿疹的人，暂停使用。姜片取下后，肚脐周围皮肤可能微微泛红，这是正常的温热反应，稍后会自然消退。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一下，很多人开始尝试老姜调理之后，前几天可能感觉不明显，甚至有人说第一次喝完姜水，当晚反而有点睡不着。这不一定是坏事，身体在长期偏寒偏虚的状态下，突然被老姜推了一把，有时候会出现短暂的适应反应，轻微的燥热感，或是比平时更容易出汗，这是身体开始调整的信号，通常几天之内就会平稳下来。如果这种反应比较明显，有2个简单的调整方法。第一，把姜的用量减半，让身体慢慢适应。第二，在姜水里多加一点蜂蜜，或者加几片枸杞一起煮，帮助中和燥性。这个细节那位医生特别强调过，他说养生这件事最忌讳的就是用猛药的心态。老姜的力量在于温和与持续，不是一次用很多、用很猛就有效，反过来用量适中，方式对了，持续下去，它的效果才会慢慢显现出来，而且是真正扎实的改善，不是昙花一现。3个方法怎么搭配最好？如果你刚开始尝试，建议第1周单独试老姜蜂蜜温饮，每晚睡前喝，观察肠胃和睡眠的反应。第2周起加入老姜泡脚法，饮用和泡脚搭配进行，效果会更明显。如果泡脚不方便，用姜片温敷肚脐法替代，或与温饮搭配使用。泡脚的见效感最直接，很多人第1次泡完就能感觉到脚底发热，身体放松。但要真正看到睡眠和体力的改善，通常需要持续2到3周才会明显。持续才是这3个方法最重要的使用说明。在整理完3个方法之后，那位跟了李嘉诚超过20年的私人医生说了一句话，不是关于配方的，不是关于剂量的。他说，我见过太多有钱人花大价钱买最贵的补品，却把厨房里最值钱的东西当垃圾扔掉。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没有感叹，也没有惋惜，就是陈述一个他见过太多次的事实。人老了之后，很多人开始重视养生，买燕窝，买虫草，买各种进口保健品，1个月花几千块，
觉得这样才是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但那位医生说，他在临床这么多年，看到真正身体好、老得慢的老年人，往往不是那些补品买最多的人，而是那些生活规律、饮食朴素，懂得用身边最简单的东西照顾自己的人。一块老姜几块钱，但他能做到的事，很多昂贵的补品未必做得到。不是因为老姜有多神奇，而是因为它温和持续，没有副作用。它不是强行介入身体，而是顺着身体本来的节奏，轻轻地推一把。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对抗身体，而是顺着它。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其实从小就知道姜的好处，着凉了，妈妈煮一碗姜汤，胃不舒服，奶奶切2片姜泡水，淋了雨，第一件事是喝姜茶。这些不是迷信，不是老人家的偏方，这是几百年传下来的真实有效的生活智慧。只是后来我们有了更多选择，有了更多看起来更厉害的东西，就慢慢把这些朴素的习惯放下了。那位医生说，他这些年做的事情，说穿了不复杂，不过是把老祖宗早就知道的事重新捡回来。厨房角落那块长了芽的老姜还在吗？先别急着扔，